现在中国大陆的车子就是卖到行销到已经到全世界，尤其现在在欧洲嘛，很多人买哦。这是我朋友告诉我，因为他有一台电动车，他把车子停在一家店的前面，结果过不了多久他就收到一个简讯，有车主问你说可不可以请你把你的车子往前开一点点，因为这一位车主想要停在他的后面，然后他就跟这电动车下了指令说可以。你自己。对，他就自己动了，他就自己在远端就动哦。而且你知道那个车主是自己跟那个电动车说话，敲他的车尾2下，然后就直接跟他讲话，说他需要他把车子往前停。今天节目呢，2026先祝大家马年新年快乐。今天是我们的过年特别节目，所以我们请到了特别嘉宾，也就是常常在我们节目出现的另外两位。主持人，那他们今天有特殊的名字，叫做甜甜报喜官林依林小姐，大家恭喜新年快乐！还有房贷少年团董敬桥先生，大家马年新年快乐，马力财运一路夯。好，非常好。我们今天一开场就非常的有精神。其实呢，今天想要邀请到2位我们的这个常常跟我们参与节目录影的主持人，就是因为我们今天想要跟大家来看看我们这一年经历了这么多，讨论了很多的节目，其实都非常的严肃。但是今天节目反正过年嘛，想要轻松的来跟大家聊聊天，所以要聊什么呢？聊一下2026年我们所见的，因为我们常常聊中美之间的关系，那美国真的是比较远，所以要去看美国的情势，可能需要花一点的时间，有比较长的假期，我们才可能去美国看。中国大陆呢，因为在旁边嘛，所以常常可以飞过去看。所以我们今天也来看看说，这几年中国大陆有什么比较真实的一些变化。那刚好等一下敬桥最近也有去中国，去年嘛，不，24年前年了，今年已经26年了。哦，对，前年有去中国大陆，然后依林是。也常常看中国的我最爱陆剧陆综，天天配饭吃。好，那太好了，那2位都有非常多的经验，所以我们等一下就一起来做分享。那反正呢，我坐在这里，今天就先我来分享一下2025年的时候，10月份的时候，我去了一趟上海，然后看到的一些东西，先跟观众朋友来做一下分享好了。那因为呢，就是比较轻松嘛，所以我们来聊聊说我看到了些什么东西。我还帮大家把这个照片都准备好了。首先从我去中国的时候呢，我第一件事情就是去喝不同的手摇饮。依林，你应该懂我。超爱瑞幸咖啡，肯定要喝的吧？好喝吗？有好喝吗？好喝，好喝。以这个价格来说，很 CP 值很高。我记得换算台币大概就是40-50元一杯咖啡的价格，比路易莎还便宜。比路易莎还便宜。对，所以我那时候可以喝到，因为我每天早上起床一定会喝一杯咖啡，中午又想喝一杯，晚上又想喝一杯，所以我大概一天可以到3杯。然后就是喝瑞幸咖啡。你有尝试他们那个什么高粱啊、辣椒酱这种特别口味？还没，你等一下要不要跟我们分享这个？我没有，我也没有喝到，因为我的喝的都是比较普通的。然后我现在喝的是瑞幸的那个椰子口味的咖啡。然后另外就是大家应该很常听到的就是霸王茶姬，就是那个很漂亮的那个包装做成的那个霸王茶姬的咖啡。我喝的是水蜜桃口味的。然后我觉得它很特别的是，它这种文创的包装是真的非常的厉害。然后它的整个造型感都非常的有，然后还有一个是奈雪的茶，我在那边喝的是它的绿拿铁。比较特别的事情是我想要我不知道你们2位知不知道，就我发现我去中国大陆的时候，我们可能点饮料的时候线上点，然后他可能会送过来，这是外送嘛，但他们是比如说你要去店里面取他们的饮料，但是你是在大概它的这个饮料店的400-500公尺的这个平方的这个范围之内，你就先点好。对，然后去到现场的时候，你也是线上都是支付的，然后你再去取他们的咖啡这样子。但我一开始其实不知道，然后想说为什么大家都没有人在那边看菜单，然后看说要什么？你以为有人要帮你点？对。然后我去到前面，然后那个小姐还问我说：“现在是你的那个取餐号码是多少什么之类，然后我说我要点餐，我才知道说哇全部都是已经线上化了，几乎没有人在现场点餐。然后因为我一开始不太熟悉怎么做，然后他还把我的手机拿过去，然后帮我按一按我要喝什么，然后就完成这样子的点餐，所以我觉得非常非常的方便啊。其实包括了在场的韩国啊或者是欧美人士，他们后来也一开始都跟我一样有点搞不清楚状况，但后来也都渐入佳境，然后就是成功点餐这样。然后呢，我还看到什么？我发现我饮料就可以讲了蛮久的时间。看你很爱喝，你是真的很爱喝。很需要精神粮食。然后呢，再来就是他们的那个电动车一定就是
绝对是在中国大陆现在是发展最快的时候。那科技，因为我们其实节目常聊有关于中美的对抗嘛，那我们常聊，比如说科技、聊金融什么之类的。那当然在金融上，美国现在还是领先的，但是在科技领域，我觉得中国大陆现在可以跟美国就是几乎可以到相抗衡的一个地位了。尤其是今天要来看到这个电动车，我在当地的时候，其实我还蛮惊艳的，因为当然我们都知道华为啊、小米的电动车已经很多了。但我觉得重点是因为台湾的电动车实在是太贵了，我们的进口电动车加了关税之后，动不动可能就是以 Tesla 为例好了，一台可能就要190万以上，是最基本款的。但是在中国大陆，它的全配备上去之后，可能就是200万元左右，就是已经看到华为的电动车是那种很豪华的那种电动车已经在跑。然后我觉得比较特别的是，比如说电动车的后面，我才知道有一个小小的一个白色的亮起来的灯，你们知道那什么意思吗？我在中国的时候，我也是看到想说，为什么那个屁股有一个白灯亮起来？是什么？其实意思，我后来问我中国大陆的朋友，他就上海的朋友，他就跟我讲说，就代表说这一台车是自驾，就是里面的驾驶他是完全就是，他正在那个他在休息，他在休息， OK， 他在休息，就是他完全就是，比如说进到隧道啊，或者是他就做他自己喜欢做的事情，他2手都没有在，就靠近方向盘就可以，然后他就是让车子这样。然后甚至他们是可以跟车子讲话，你们知道吗？就比如说，这是我朋友告诉我，因为他有一台那个电动车，他把车子停在一家店的前面，然后呢，他就是设定好之后，他就进到这家店去用餐。结果过不了多久，他就收到一个简讯，然后简讯的内容就是说，有车主问你说，可不可以请你把你的车子往前开一点点，因为我想他的这一位车主想要停在他的后面，然后他就跟这个电动车就下了指令说可以，你自己对，他就自己动，他就自己在远端就动哦，闪电霹雳车阿斯拉就对，他就车立刻动，而且你知道那个车主是自己跟那个电动车说话，就比如说是敲他的，就是他的车尾2下，然后就直接跟他讲话说他需要他把车子往前停，太智能了。他就收到这样子的一个讯息之后，他就传了一个简讯给这个自驾电动车的车主，然后他下了一个指令，他就自己把车子往前走。这个是我就是上海的朋友告诉我的，所以我也觉得有点震撼，蛮惊艳的。这个是科技上面的，这是比较硬实力了。那当然大家也知道，就是现在中国大陆的车就是卖到行销到已经到全世界，尤其现在在欧洲嘛，很多人买这个中国大陆的车子。我会不会讲太久啊？不会啊，大家不就很想聊聊吗？你的中国行，吃的好，来讲一点轻松的好了。再讲一点点严肃的好了。还有就是这个，我觉得很漂亮，就是上海的夜景，这是我特别上去，我忘记是哪一栋？金茂大厦吗？应该是金茂大厦。好，我在金茂大厦的这个观景台上面特别拍下来的这张照片。那我想要给大家看的事情就是说，其实我在应该是10年前去上海的时候，当时其实只有应该是东方明珠而已，所以我对其他的建筑还没那么熟悉，但是现在在中国已经有所谓的3剑客，就是他们有金茂大厦、环球中心跟上海中心大厦这3个，那都已经是非常非常的发展的非常的好的。那你看它周边也都开发的非常的完整，而且重点是这2、3年、10年前的时候，其实在上海大家可以想象的事情是，当时都还是稻田。但是现在已经发展成这样子了，我觉得浦东是真的非常非常的不容易。那我特别也看了一下他们的建筑，因为我有去观察他们的建筑，我觉得有一件事情很特别，就是他们的建筑是一块一块的，比如说这一块的建筑师的屋顶上看上去是长全部一样的，然后是同色系，比如说都是红色屋顶，那一整片，那另外一整片可能是一个白色屋顶。后来我才知道说，我也是问他们当地的人，就说这一块一块就代表是不同的建商做出来的。的建筑，所以他们都是有城市规划的，整体规划好再下去做一个建设，所以我觉得整体的城市的建设也非常的让我非常的惊艳，这样子。好，太好了，导播在画圈，那我再讲一点点轻松的，秀一下美照好不好？这个是在那个。外滩，你有一起去是不是？我没有一起去，你们2人同行吗？他就抢答。不好意思，我在这干扰你们。对，这是在外滩拍下来的景象，然后看出去的海港，晚上非常的漂亮。然后呢，我也有在当地吃到这个小杨生煎，静乔有没有吃过？
上海的生煎包，对，它就是里面装蟹黄肉，然后你咬下去的时候，外面就是脆脆的，但是里面非常多的汁。现在下午录影不要讲这个，非常多的汁这样子从里面流出来，我觉得非常非常的好吃。那这一次的上海行，我觉得收获满满。那也希望就是说。即使现在两岸关系其实蛮紧张的，对，但是我觉得希望大家能够多多的还是互相交流，然后开放的心态，去多多的沟通，才可以减少更多的误判。那其实我分享完之后，我也想要请静乔来跟我们分享。静乔最近有去中国嘛？前年对不对？前年看到的有什么不一样？但其实我跟上海的缘分就比较深了，因为我其实因为大家都知道我是高雄人嘛。然后我大概在国中的时候就离乡背景去求学了。然后我一开始先去加拿大，然后在加拿大当一个小留学生，大概1年半的时间吧。后来我妈就有一次就问我说：“她觉得现在上海的发展很好，还问我想不想去上海，就是发展看看。”然后我那时候也小时候我说：“好啊，上海感觉也蛮热闹的啊，我就去了这样。”然后我当时比较让我震撼到的是，因为当时其实。我是大概2005年到了上海，那时候去上海，因为我是在杨浦读的高中，杨浦区那时候是上海比较，它是右上的位置，那个时候是它的相对来说上海发展比较弱的一个区域。那时候从加拿大换到上海，哇，你感觉好像从了一个先进国家，然后瞬间到了第3国家的那种感觉。我一开始很不适应，但是其实过了半年1年，开始慢慢越来越。熟悉中国大陆的生活之后，然后我才开始看到，原来其实那边有很多蛮有趣的现象。那就更不用说，我之后在2007年就是入学复旦大学嘛。所以我等于是跟着，我觉得那应该是中国大陆那10年的建设的黄金发展。就是上海这个城市，它永远在变化。对，就是我每一次寒暑假回到台湾，然后我再回去上海，就只是。可能1、2个月的差别而已我就觉得怎么这里又冒出一些新的店家，怎么这一条街道又改朝换代那种感觉，就是它一直不断的在变化。然后，因为我们杨浦就除了复旦大学之外，因为它其实算是一个比较学区的一个地方。我们那附近最大一个商场叫五角场，然后五角场以前我那时候刚去杨浦区的时候，它还没有那么热闹。然后这几年，像我前年回去，哇，它那个五角场已经开发到什么第3期、第4期，然后已经弄得就是已经自成一派了，就是已经变成一个很大的一个商业群的一个规模这样子。那我们那时候在复旦这样4年看着，当然我也4年这边看了很多电影，贡献了很多参与，可能里面有那几个砖瓦也是我贡献的，但是就觉得说哇，上海真的一直在进步，一直在发展。那这个当然是。前10年大家都很了解的事情，但我觉得这一次像24年我去了浙江的乌镇嘛，所以我会觉得说这几年上海已经就应该说整个中国大陆，他们除了在基础建设冲得很快之外，现在开始在我们过往都知道它的硬体是很强，但是软体一直觉得说，怎么去1线城市或者是跟3线城市怎么差别那么大？但这几年却我觉得现在他们的年轻人整个教育的水准。整个对于世界观的理解都已经跟我那个时候去07年、05年那个时候很不一样，落差很大。对他们现在就是哇，他们的年轻人都是跟他们聊天都是言之有物，然后什么都可以讲一点，然后你感觉他们的年轻人懂非常多的东西，然后他们的软体、他们的文创、他们的创意内容等等，都已经开始跟硬体匹配。我们看这几年茶几。对不对？霸王茶姬对，然后泡泡玛特等等，以前都是山寨别人、抄袭别人，但是现在已经可以做到一个自主品牌，然后干掉其他之前的领先者。我觉得这是现在中国大陆软硬体都很强的一个发展，也是我这几年。24年回去之后比较深的一个感受。是因为刚刚这个静乔也特别提到他们中国大陆的 IP 就是泡泡玛特，其实我特别在上海也拍到这一张，因为他们的那个 store 就是泡泡玛特店是真的蛮惊艳的，就是会有那种很巨大的娃娃，你很远的地方你就会被吸引到，就会立刻想要进去里面逛一逛。然后我的来宾也很可爱，就是他每次去上海一趟都会特别带几个泡泡玛特的 IP 来给我，因为我喜欢 Cry Baby。我也有，超可爱。对，那依琳呢有没有什么要分享的？好，在节目上
就像思敏提到，其实我们比较常跟大家分享都是一些国际局势啊、政经发展，都是从这个角度在了解中国。但是以我自己私底下生活的体感的话呢，我是觉得像我们现在有一个同事，他去深圳常住嘛，去那边发展，他每次回来我都会一直问他说，觉得那边生活怎么样啊？但他其实跟我分享的，还有我自己才从这些陆剧陆综里面观察到，我就觉得哇，真的很不一样。像他们的生活真的很方便，刚刚思敏提到点餐嘛，点饮料这种的，还有像你刚刚说的饮料霸王茶姬这个，其实他回来的时候有带给我一个保冷袋，我就觉得哇，怎么那么精致？他说会吗？现在大陆的饮料外送都是这样，对，全部都是很精致的包装。它的不是用一个什么随便塑胶袋，就是蛮有质感的保冷袋。然后你就会觉得哇，好像今天点饮料有被照顾到的这种小确幸。然后还有呢，就是我刚刚讲到的，说像是陆剧啊、陆综，因为你知道现在就是平常工作很紧绷，压力很大。陆剧、陆综、小红书，现在是我的精神粮食。真的，就是你下班的时候，你就看，你知道那个配饭有多香吗？对，就是原本哇，这个神经非常紧绷，一看就觉得哇，忘却一整天的烦恼。而且我觉得其实现在大陆演员蛮厉害的。对，你说他们可能是实力派演员，可是他们要上一些综艺啊，不管是歌唱啊、跳舞啊，什么样样都要会。我就觉得哇，他们的演员的那个软实力、硬实力其实都是同步在增长的。然后还有刚刚讲到小红书。我先插一下话，你最近最喜欢的陆剧是什么？可以在许我耀眼，大家应该都看过吧？不许没有人看过，这一部是真的置入可以吗？不会，这很好，这很多人都看过。还有那个陆综《奔跑吧兄弟》，这个我也有看过，很好看。我觉得范丞丞超好笑。好，我继续讲。再就是小红书，我真的非常爱，因为我常跟大家推说，小红书我觉得很像现代版的那种百科全书。就你有什么疑难杂症，比如说最新的韩国的妆容应该怎么画？你不用再靠我们的化妆师，你上去一看，你是方圆脸、鹅蛋脸，什么脸该怎么画，清清楚楚。然后还有说，因为我前阵子去独旅嘛，然后我就想说独旅该怎么样拍照，总不可能叫路人拍，也是蛮尴尬。它里面就有10招教你独旅怎么样拍照技巧，独旅攻略。对，你就觉得哇天哪，这比我在就是其他搜寻引擎上面找到的还实用。他们旅游这个真的很强，消费、彩妆、时装、饮食这种生活类的很强。对，就是我现在生活当中真的不能没有小红书。像有一次最夸张，我半夜的时候，然后我的背拉到抽筋，这时候怎么办？半夜小红书，你又不可能就是立刻冲去急诊，也蛮尴尬。开小红书抽筋拉到怎么办？结果他真的就有复健科医师，他们会有那种类似 short 那种短影音嘛，就跟你说，你要把脚翘起来，往前拉伸，深呼吸几下，然后就觉得然后而且当下大概隔10分钟吧，其实我的症状就舒缓了，我就觉得天哪，我人生好像真的不能没有这些东西在我生命当中了。好，今天我们要来特别关心到，就是中国大陆的这一间电动车公司小米最近开出了红盘，说它的市值正式的突破了1兆港元。哇，它到底做对了什么事情？我们继续的来看。其实呢，光看销量的部分，在2024全年一整年，尤其是在它的 SU7了，销量开出红盘，全年交车数超过了13万辆。重点来了，当初雷军不是喊吗？他说我们的车 SU7要对标保时捷，要对标特斯拉的 Model S 来做，果然做出了很重要的成绩。去年12月在中国销量正式的超越了特斯拉的 Model 3。好，接下来大家要关注的就是又有新车了，不再是只是先前我们看到的这几款。重点来了，这一款叫做 SUV Ultra 的性能版，0到100加速时间只要3秒。现在说呢，在今天开始进入到卖场之后，3月份就会正式的上市了。现在也看到了价格，换算新台币373万元，对标这一些动辄上千万的跑车，性价比真的是特别的高。那么另外呢 ，SU7的成功当然带动了小米它的股价。整个集团股价，我们看到在2月4日的港股盘中，最高已经来到40.1港元，市值正式突破刚刚提到的1兆港币了。好，小米过去做手机大家很熟悉，现在做到电动车，大家本来有一点质疑，没想到开出红盘，它的优势是什么？委员怎么看？大家如果熟悉小米，就知道小米是一家很特殊的公司哦，它很擅长
用相对这个低的成本、相对低的售价，可是却可以打造出这个非常高品质的产品。所以小米不要说电动车了，从小米刚进入市场，从小米的手机到有一段时间，几乎小米的这个相关的一些电器用品哦，大家的很多家电用品几乎都是用小米的。然后到小米的这个液晶萤幕哦，到现在我们周围很多朋友家里的电视都是买小米的液晶萤幕，因为那个品质非常的好，但是价格非常的低廉，所以 CP 值很高。而且小米很擅长做第二点，就是它很擅长做跨界的整合。就你家如果有个小爱同学哦，他除了整合小米自己的电器设备之外，他还可以整合非小米的电器设备。所以呢，基本上小米很擅长做这样的事情哦。因此，小米其实这一段时间，不管在手机界或者在这个家电产业里头，其实都已经占有一个霸主的地位了。但是当然，小米当时要进军电动车市场的时候，外界是有高度这个质疑的原因，是因为他当时宣布的时候，应该是在2023年底哦。就是其实电动车在2023年底到2024年初这段时间，很多的电动车销量都大幅的下跌哦，因为市场这个过度竞争所造成的。所以不管是特斯拉，不管是这个比亚迪，其实在那段时间销售状况都不好。所以外界就怀疑说，那这么糟的情况之下，你小米在这个时候进入市场，到底能不能够这个杀出一条血路出来？但是小米用实际的行动证明他们做到了哦，因为他们在2024年初当时宣布出来的 SU7 的时候，这个是很惊人的哦。他们宣布的那个价格相当惊人，就这辆车子它是对标什么？它是对标这个保时捷的 Taycan 的，你知道吗？它跟保时捷 Taycan 是可以拼的。所以呢，外形也好哦，它的相对的性能也好，可它售价呢，它一台哦就不到100万。我看到它售价，它的这个标准版哦，人民币只需要96.6万台币哦。它的这个 Pro 版哦，我现在讲台币哦，只需要110万台币。它的 SU7 Max 版就最高等级版，只不过是134万台币。各位，134万台币，在台湾大概也不过就是随便买一辆Toyota 对差不多的电动车，大概我不晓得 Camry 到底现在可能就这个价钱，就这个价钱。所以你想想看，你现在买到的是一台智能电动车，对，那么这台智能电动车。它可以对标保时捷的跑车，你大家当然会趋之若鹜啊，而且它的那个规格其实很惊人哦，所以它像这个标准版，它是这个后轮驱动单马达，然后它到了这个 Pro 版，它是后轮驱动的这个也是一样单马达，到了 Max 版它是4轮驱动的双马达，然后它最近推出了 SU7 的 Ultra， 那更惊人了，这台车号称可以在道路上开，也可以在赛道上开。哦，就是他们叫做西装暴徒，就既可以穿西装，也可以当暴徒。然后当时雷军讲说，他们为了要开发这个 Ultra 这台车款就是 SU7 Ultra， 他要求所有小米的中高阶的人，通通都去做这个赛车训练，而且都要拿赛车执照，通通都要做这件事情哦。然后他要求说，这些人开的这个车在外面这个做交通 travel 的时候呢，你要忍得住哈，因为你的车子有赛车的实力。这个赛车的实力是在很短的时间，在很短的时间就加速，从0到100哦，这个公里，只要很短的时间就可以加速完成，1点几秒就可以做得到了。所以最夸张的是，他在这个汽车界哦，赛车界很有名的一个叫纽柏林赛道上。它的 SU7 的 Ultra 得到了非常好的成绩哦。那当然外界有一些质疑，这不重要，重要的是它打造了一款4门的，然后呢既可以平常开，也可以在当赛车用，你就可以想象得到这辆车可以卖得多好，在短短的这个很短的时间之内哦，这个预售的这个销量就大幅的提高，所以我觉得这是小米很厉害的一件事情哦，就是它的价格并不高，可是它的这个品质很高，然后它的性能也很好，然后再加上大家都说它是电动车，我要提醒各位，它不是电动车，它叫做智能电动车。我一直强调，电动车在中国大陆已经落伍了。中国大陆现在随便哪台车都是智能电动车啦，它都是结合了 AI， 结合了全面的这个环境，可以跟你的手表，可以跟你的手机，可以跟各式各样的来进行连接哦。所以以小米现在这样的实力，那当然你说接下来对 Tesla。对整个的这个电动车的市场都会造成很大的冲击啊。好，所以小米带起了新的一波风潮，这个性价比非常的高。现在有一个人很紧张，而且他很愿意说大实话的，就是这位福特的汽车执行长法力。哦，他也很有趣，他说他自己去试开了这个小米的车，结果开一开 SU7 嘛，他说哇，真的太好开了，开半年，然后他就说，我自己都不想放弃了。当然，这网友就呛他，就说你到底是哪一国人这样子。那法力呢，他还特别给美国政府一些的警告，他认为说，你美国政府
普一直在做大车，你这个政策是错的，你应该做小车。而且他说，如果你在未来的5年内不能够生产出能够盈利的电动车的话，那么我警告你，我跟你讲，美国你只会剩下未来只有北美市场可以做销售了。其实这个说法就会很吊诡，因为川普他希望做的是燃油车，那政策其实可以说是背道而驰。怎么样才是对美国最好的策略？那美国真的如果要做这个美国这个传统的汽车大厂有办法在5年内真的做出有盈利的电动车吗？面对这么高的一个竞争，而且它所有的成本都这么高，老师怎么看？我今天上午看这个消息的时候，我看到那个福特的执行长，我把法拉利看成法拉利了，你知道吗？吓我一跳，我觉得说，怎么搞的？法拉利的执行长都头发怕成这个样子。我必须要强调，这个法拉利的所有的讲法的话是实话了，因为美国有2种人，一种是搞政治的人不会说实话，另外一种是做商业的人，他非讲实话不可，这是为了他自己的荷包嘛，对不对？所以说大家可以了解。我必须要再强调啊，我最近刚去了这个万达广场，里面看到这个苏七苏七最便宜车子21万人民币都不到。现在的话呢，4.5的话呢，你算一算看大概多少钱？我觉得的话呢，你刚刚这个我们委员讲的价格可能是准备如果在台湾开售的一个价格稍微增加了一点自己油水上去啊，因为它自己非常好，而且另外讲的话呢，它跟那个保时捷确实是非常非常像啊。保时捷有个车型叫 Panorama， 也是四门的嘛，对不对？啊，它那个基本上很像，但是呢，它里面的智能新能源车里面的舒适感远超过保时捷啊，所以说是你用这个保时捷1/4的价格做了舒适度大4/16，舒适度是4倍，4/16，对不对？我跟你讲，你这个非常有成就感，尤其像我们男生特别喜欢开车，像我都觉得很倒霉，开那个头又大，你知道，所以说感觉难受的要死。我现在讲到3个原因，这个法律它里面说的重要的原因就是说是大家要现在了解啊，这个大陆的智能新能源车啊，首先第一个，因为欧美当中有非常多的人，他对于环境是保护，是他自己的终身的信仰。啊，他会觉得说开旧能源车的话，对他来讲是一种违背自己的认知啊。所以说这种情况下，再加上川普现在乱搞加拿大，所以整个北美地区只剩下美国一个市场啊，加拿大人也不会听美国的。然后第二点的话呢，它的便宜分2方面，它的价格便宜啊，很好看的智能车，里面一大堆。我鼓励大家到大陆去之后，多叫车里面都看到几乎所有你叫的车都是智能电动车，你们跟他聊一聊哈。那便宜的话呢，就是加一次电大概是150-160块人民币的话，可以开早上400公里啊。那这个价钱你算换成油嘛？我今天也在想，40公升其实我们讲加50公升油开400公里，每次都是超过差不多1500块了。啊，台币，所以这个价钱差别很大。另外的话呢，就是说是它这个车子本身非常便宜。大陆有很多那种50出的那种买菜车，你知道，那比一台稍微高级一点的 iPhone 贵不了多少啊！就到这种地方会给你一个让你有一个产生个感觉的概念。然后另外的话呢，它里面的智能车非常舒适。我强调，我自己跑到那个福州的高新区去，在那边啊，就是坐他们的新能源车啊。通通都有按摩的，有一次我居然睡着了，啊，叫他到了啊，在车上按摩，车子上就有按摩，都有按摩，前后都有按摩啊。我跟你讲哈，还有那换电池都不用下车，过去车子啪一道，未来的车就是这个样子。所以说大陆这边的竞争能力的话呢，只要说是你愿意接受它帮你安电桩的话，大陆就是说不是小米而已，它的这个小米的这个新能源车的话呢，整个发展过程当中是一个集结从点而线而网所产生的这种结构，就是说你里面所有的你要从最便宜的到最高级的都有啊，你大概这个，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你根本都跑不掉的。好，所以我们是可以看到，美国现在还是依旧是因为能源导向嘛，还是依旧希望是做未来不要做到电动车未来希望还是川普的政策还是希望能够做燃油车这件事情还是继续的下去，所以未来中国大陆不仅在电动车上面会有一个更好的发展之外，自己国内之外还会往海外去发展。目前锁定的2个主要大块的国家，包括在整个东协国家跟整个拉美的国家。在拉美现在销售大概20%，那在东协国家，我们看到跟比亚迪跟东南亚最大的轿车平台，这 Grab 合作，现在已经在东协6国，希望能够新增的是达到5万辆的电动车了。那去年整体来说，我们做了一个统计。在2024年一整年，全球出口已经达到128万辆，这个占比非常高哦，超过了全球的50%，全部来自于中国大陆。那美国会不会真的越来越被孤立，只能未来陷在北美市场里面？华干哥又怎么解读 ？Grab 啊，它是东南亚最大的轿车平台，你知道，旗下大概有10几万辆车。它现在宣布跟比亚迪合作啊，提供5万辆。那5万辆什么车？我想不是普通的，就跟刚才大前委员讲的，都是智能车。啊，有什么 Auto 3啦、海豹啦、M6啦，都是这种好的车，还有腾势。
然后这些车子呢，他说你可以选择，你司机是不是？你可以选择贷款，低利贷款啊，我提供车给你。所以 Grab 它现在就是说，你就是把整个那种什么手机上面的智能的所有的那个这些功能，全部移到车子里面来啊。刚才老师讲，还有按摩，还有什么各种的那种服务，它都在车子里面都可以内建给你。所以你就会发现说，我现在在这个有6个国家啊，泰国啊、印尼啊等等这些国家，我提供5万辆车的低利贷款，所以它就是要跟所有的汽车的轿车平台竞争，有点像我们在台湾嘛，我们在台湾现在也是叫 Uber 嘛，对不对？那但是它是针对6个国家，整个东南亚的市场，它都要全部给它吃下来。还有什么呢？还有它就是说，它还有另外一个平台叫做 Gojek 是什么？电动机车，它连这个市场都要吃下来，你就可以想象得到说，将来我跟你讲哈，其实老实讲一句，中国的电动车已经完全绝尘而去了。你根本美国老实讲，你只有停在北美，你根本没有办法往外，对不对？现在在泰国买一辆他那个比亚迪的车，只要2万块人民那个20万人民币而已，这么便宜。那你美国车要怎么竞争？而且是越来越无法竞争，到最后有一天，你只局限在北美车厂，永远到不了东南亚，甚至是全世界的这个汽车市场去。这是已经我们可以看到的未来了。好，再来我们特别关心到电动车了。小米的 SU7现在是火到连阴间都在买，这是电动车的巅峰时刻，还是整个资本市场的集体疯狂呢？我们要来关心的是，中国大陆现在电动车内部内卷非常的严重，这是技术的竞赛，还是一场谁能撑到最后的生存游戏？今天会一次的来做解读。我们要来看到最新的消息，小米 SU7现在呢，在这个非常的热卖哦，在整个市场上，我们都可以看到非常的受欢迎。从去年3月上市到现在1月哦，总销量正式的来到16万2千多辆，超越同期特斯拉的15万2千多辆哦。那么刚刚讲了，现在连阴间都在热销这一股热潮吗？因为清明节现在看到已经快要到了，结果呢，竟然是在卖哦这个专门用来烧的这个电动车哦，纸扎版小米SU7现在也在热卖当中，这样子的一个热潮下，中国大陆它举行了一个这个中国电动汽车百人会的论坛，在3月底这一天正式的登场。我们看到雷军怎么说，小米的创办人他出来说话了，他说我们开始做电动车的时候，所有人都说，你们造车已经太晚了。不过现在看起来，我今天一想，可能我们来的时候正是时候。好，所以这个我们节目一开始，我们来请教华干哥怎么看小米 SU7 成功的秘诀？是对的时间点吗？还是有其他成功的秘诀？这是网络上的笑话，你知道吗？现在我跟你讲，清明节快到了，我们要烧这个车给我们的祖先给我们的父母嘛，对不对？因为他们可能从来没享受过。台湾也有啊，台湾是烧什么？台湾是烧你们大陆讲的奔驰啊、宝马啊，对不对？现在不是，你要给我烧小米的 SU7， 为什么？那个做的那个杂纸车纸扎车就是跟 SU7 一模一样，为什么？这小米1个礼拜卖了10万辆，这个太厉害。我跟你讲，我们不能够说他那个成功是偶然的，因为非常不偶然。他是7年前雷军他在北京那个银谷大厦，就是跟这些朋友们，他们吃了小米粥之后，说为什么我们不做电动车？然后旁边人说你现在来得及吗？他说为什么来不及？那你到底要不要做？那我们还是做做看好了，不要再废话，就做。7年前他们就在这样闲聊之中就做了。你知道后来有人解读雷军他成功的最重要的原因是什么？因为他都是网络思维，他不是传统思维，他不是说我这个车要卖给经销商，让经销商去跟真正的客户解释这个车的原理，不是。电动车是我做的，我来跟真正的客户解释原理。他跑到人家卖场跟客户解释亲自解释，亲自试驾。所以雷军他成功是有他一定的道理在的，因为他花了很多时间，所以他们说他是网络思维，你一定要让人家觉得说你已经到了我面前了，而不是透过一手的经销商来告诉我这个小米的车是多好多好。所以它起步是慢的，但是呢，它的结果是好的，原因是什么？
他以消费者的立场去想、去酝酿那个问题，去思考消费者会怎么看待他的车子。那因为这样子，所以我跟你讲，就说他们雷军的小米车，他在3年内，你知道他要做到什么？你知道吗？叫做脱手 ，hands off， 不用手，要智能，用智能就来开这部车。3年之内要做到脱手，5年之内要做到什么？闭眼 ，eyes off， 闭着眼睛都可以开了。为什么？智慧驾驶。然后呢，再来10年内要做到，我觉得这个比较有点技术困难，叫做 minds off， 叫什么？不用想了，随心所欲了，就说你想怎么做就怎么做，就是可能那个时候会结合更高的 AI 智慧智能的电脑，会挂在你的人的脑部，然后直接就驾驭这个车子，自动驾驶。我不但有自动驾驶，我有最先进的 AI， 我有最先进的科技，而且到时候绝对不会像那个网友上面写说没充电桩啊，如果没有充电桩了，是不是要再烧一辆啊？到时候充电桩的问题可能都会同时解决，这就是雷军他成功的密码。好，所以小米成功，除了时机对之外，另外就是在技术上面不断的采创新的策略。那其实我们现在看到中国大陆内部的电动车真的是内卷的很严重，所以呢，比亚迪的这个董事长王传福他也特别出来说话了，他说确实啦，中国的新能源车不管在技术啊，或者是在我们的这些产业链上面是领先全球3到5年的，但是自己内部的内卷，同行之间的内卷竞争实在太严重了。尤其比如说我们来看到最近的一些案例，比亚迪当时推出了兆瓦闪充，充电5分钟跑400公里，结果另外极氪就立刻推出了1.2兆瓦的充电桩，比比亚迪的功率还要更强。那比亚迪它也在打价格战，除了刚刚讲的这个技术上面的努力之外，它现在打价格战是对上的是小米 SU7，它推出的这一台叫做画面上我们看到仰望 U7， 价格从100万人民币这种等级的一个车款，一口气下杀到了62.8万，所以不只要打技术，还要打价格战。内卷现在在中国大陆的市场到底有多严重？让这个怎么看？我们现在看到这么多的竞争，可是梳理一下还是基本上不复杂。首先，这次极氪推出，极氪自己不会造电池，极氪从一开始就是用宁德时代的电池。也就是说，我们看到这些快充技术背后，因为比亚迪是全产业链，自己做电池，自己做车；宁德时代只做电池，供应给很多电动车。所以我们看到很新的技术，就是宁德跟比亚迪的竞争。所以大家因为都很厉害啦，固态电池、电池密度各方面在做，所以呢，极氪背后的意义是这样子哈。当然还是都是真的是5分钟充400公里，基本上就表示说，无论比亚迪或宁德时代，都赢过了特斯拉现在的充电技术。其实我们来看，现在就是我们看比亚迪，这是什么概念呢？比亚迪终于推出高价车，因为过去比亚迪它是要做全产业链的高中低价，因此先前都是中低价为主嘛。因为最重要的市场，大家要试你的技术。谁在当时会思考说我要花400多万台币去买一台电动车呢？但是小米就厉害，小米先前就是因为他们没有办法做全车系嘛。所以他们就推出你说唯1或唯2这款自咕推出来就是仿法拉利的跑车，所以 SU7在先前其实对于刚刚前面刚哥所提到的就是厉害，他没有办法像比亚迪这么强，他就专攻大家不敢控的高价车，所以现在比亚迪开始一直追，那么小米是做法拉利，我们现在看它这最新款这 U7是学谁呢？学 Benz。学宝马、德式的这种比较稳，看起来就是你知道大老板。因为在中国大陆现在高价车，包括宾士、包括宝马，他们也在出电动车了，他们贵得半死。所以先前比亚迪只出了这个我很喜欢的 U8、U9，就是上面有一个无人机在拍的这个越野豪华越野车，所以他们并没有这种大的所谓轿车型的高价。所以现在 U7就是为这而来，就是为了要对打小米，所以他们的价格也恰好就在小米的81万跟52万中间的这个60多万68万，所以这也就是在中国大陆市场现在来讲，我们看到好像混乱一片，没有，还是有序的。电池各方面的技术竞争，另外为了消费市场高中低越步越精密，那么这就是比亚迪的思考跟他们的对市场的投入。好，那另外一方面，我们看到中国大陆的政府
确实，现在中共政府要出来整治了吗？因为他们也看到说中国大陆的电动车内卷出现一些问题，包括说有些企业不惜牺牲的利润来抢市占，那也有一些出现了虚假的宣传跟恶意的抹黑，所以现在要来做规范，大使怎么看？觉得中国大陆，我觉得它的政策其实是对的，营造一个环境，尽量让它公平竞争，适者生存，那大陆本来，我想大陆是全世界受所谓这种大锅饭的这种这种影响，负面影响最大的国家。中国大陆走这改革开放，其实就是在搞内卷，就是在搞内部竞争，然后让大家怎么样，各自各凭本事他定一个标准。那个中国大陆现在政治的统治方法就是什么？就是搞 SOP 搞所谓的那个。关键这个就是说 KPI 就 Key Performance Indicator， 我就定一个标准，你们大家去看你谁做得到，然后呢，某种程度你也各凭本事。